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两个小米的人才睡得真好，也只有年轻人有这样的睡眠质量和这样的胆量了。现在网上很多人对于智驾的骂声呢，这两个货硬是没有当回事啊。之前雷军的演讲估计是入耳、入心、入魂了。他说现在任何一辆小米汽车已经是自动驾驶，并且实现了端到端的高阶智驾呀。估计呢，这就是偶像的力量。这还好是没出事啊。这要是出事了，又是爆燃，而且还是两个年轻人。而且这几天小米车主的事故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奇葩。先看一个非常炸裂的呀。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撞车撞成这样？这次究竟是车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啊？你看4个轮都等于完全不见了，整个底盘已经贴地了。而更离谱的就是电池飞出去了这是路人说的他说电池飞出去，在那里炸开着火了。这个是个好发明来的，这对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真的是一个专利式、革命式、里程碑式的一个创意这能不能够针对新能源的起火问题得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就好像开战斗机、开飞机的人遇到危险，一按按钮，人是可以离开飞机飞出去降落伞的。那这个时候，国产新能源是不是可以发明一旦撞击程度、力量达到300牛顿冲击力之类的，这个电池有个感应器，有个涡轮增压，飞出去，那这台车它就不会着火了。这还真的可以完美的解决问题吗？因为老百姓盯着并不是说你电池起火不起火的这个问题，而是这台车起不起火。你电池你在外面起火，对车没影响就行了。我们只在意这个车门能否打开，有没有烧死人，或者这台车有没有着火。这个方案真的值得研究的，真的。哇，好大的力量！这个出来，这散落一地的零件确实看不出是怎么开的，也可能是小米真的研发出了电池自动脱落技术在小米车主当中进行盲测，期待小米的研发成功这要是研发出来了，绝对称得上是黑科技，也可以更好的让小米车主记录他的美好生活呀。在4月24日，又有小米苏7车主在高速上飙车，直接飙到了230公里每小时同时单手握住方向盘，另外一只手举起手机拍摄视频，记录下仪表盘上的时速。副驾驶还带了一个女的，这就非常有生活啦，也是少有的记录美好生活，把自己给记录进去的。最终这位拥有美好生活的车主2年内不允许开车了，因为严重的超速和危险驾驶行为，罚款2000块，并且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得到这样的结果真的是脑回路清奇这也怪不得有网友说的，开小米苏7就是升级版的鬼火少年。开车的人有点问题，车其实问题更大。这是4月23日一辆小米苏7在高速打滑，直接撞到了大货车可以看出当时车主应该是方向多打了那么一点点，导致了失控。这是看到停在路边的大货车被吓到了，撞到了护栏上，又非常精准的撞到了大货车上。这是失控撞到花坛的，还是一个高配版？雷军这120公里都能触发的 AEB 紧急刹停，估计是听进去了。同时速度是一种信仰，更是听进去了，才导致这些每天不重样、每天都很奇葩的事故出事之后才发现这些仅仅是小米的营销手段。再仔细一看很有可能是小米汽车本身是有缺陷的。有网友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对比小米速7的事这2天很让人痛心，1500匹马力，速度绝对能秒杀车间这些超跑了。法拉利 F12
FF， 包括兰博基尼大牛这些12缸的大玩意，它才700多匹。事故的原因大多数是因为速度快。那兄弟们说说看，这到底是车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早2天泉州时速150撞飞电瓶车，广州的时速178深夜狂飙，还有早2天的那3位辅助驾驶。你也可以说我的驾驶技术好，我的车好，辅助驾驶又非常智能，它不会出事。但是一旦出了事情，那可是没有后悔药的。这2年咱们的电车发展的确实是快，极氪1200多匹，仰望1300多匹，Ultra 1500匹。大家宣传的这个速度多快，这个赛道性能多强都知道了，是不是应该告诉一下这些车主们，他在100公里时速的情况下要刹停需要多少时间多少距离他才能够停下来。咱们来对比一下看，这些700匹的马力，它用的轮胎和刹车盘这些有什么区别？看他们是不是多此一举的。迈凯伦的 12C， 它这个后轮轮胎的宽度也是用到了325。咱们来看一下它前面刹车盘是什么情况。这是个20寸的轮毂，几乎这个刹车盘把整个轮毂都填满了。法拉利的 FF 这个车主打的是舒适和旅行的，它的后轮胎的宽度也达到了295。这个轮毂它也是20寸的，碳陶盘也是把整个轮毂填得满满当当。法拉利的 F12 这个可能就是要一点性能，它这个后轮的宽度也是325的，这个也是20寸的轮毂。这个碳陶盘有多大？不知道这样拍出来，兄弟们有没有能够感受到？这个是大牛的轮胎，它的宽度是用到了335。兄弟们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感受到这个轮胎是不是宽到有点震撼？这个是21寸的轮毂，就这个刹车盘大到比面盆都大了。兄弟们这样拍的话，能感受到这个到底是多大吗？其实这些超跑也才700多匹，用那么宽的轮胎，那么大的刹车盘，兄弟们说说看，它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就是让它增加摩擦力，能够让车尽快的停下来？像这种极致的宣传，却忽略掉了99%的人是没有体验过这种动力的。那个别年轻人就冲动下单了，结果把城市道路当成了赛车场，那后果可想而知。不管燃油车还是新能源，当你拿到一台大马力车的时候最好还是和这个车有一段时间的磨合期，掌握它的性能和驾驶模式，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速度造成不可逆的后果。这些明显的对比就可以看得出来小米的第一台车确实有点问题但是由于之前小米手机攒的粉丝呢，让很多人视而不见，并且呢，还有一件事越传越神，就是小米的自研芯片关于小米玄界这个芯片，在抖音上的视频特别多，非常多的号在说这个芯片。我们来看一看它具体怎么说的。现在我们搜索小米玄界芯片，现在这个百度抖音百科都已经有这些参数说明了。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芯片都还没发布这些参数都有了，到底这个芯片有没有这么详细还有比华为麒麟如何，小米全新自研芯片玄界又来了，哇，那吹的是特别厉害。哎呀，玄界芯片又来了。哎呀，小米15S Pro 的发布日期15大概率会是在5月15S Pro 来发布天天都是这些消息。超越麒麟9020，比金骁龙8进2的小米自研玄界芯片小米自研玄界芯片，小米15S Pro 机型上市首发，这些小米真的是闷声干大事和华为麒麟比，现身 LSP 代码提交列表，也就是说这个芯片这是1月份就有了，那应该说了很久了又是要来了，小米玄界芯片要来了。其实这还好，还有更离谱的，我马上给你们看。再看小米10年砸钱搞自研芯片，3纳米技术干到全球第5，某品牌嘴上喊着国产之光，背地里却把消费者当韭菜割。雷总当年跪着给高通交160元美金一片芯片，现在终于站起来了。知道小米3纳米芯片多狠吗？性能直逼骁龙8跟3，成本暴跌30%，但你们猜小米15S Pro 卖多少钱
雷总直接放话，自研不是为了涨价，是为了让中国人用上便宜的顶配机。当其他品牌用爱国绑架市场时，小米用技术炸穿底线。记住这句话，价格可以跳水，但技术必须上岸。某些品牌旗舰掉价 50% 是常态，小米自研芯片成本砍半才是真本事。那些喷子说自研芯片没用的，看看数据，小米毛利率被高通吸血压到 5%， 自研芯片一上立马翻盘，这叫战略，这叫给中国制造争口气，最后扔个王炸。自研的刀专割洋品牌的肉，某品牌把刀对准老百姓的钱包，小米把刀架在高通脖子上。2025年芯片大战，谁在裸泳，马上见分晓。国产手机最该卷的不是情怀，是技术。从麒麟到澎湃，从跪着买到站着造，这一次我们挺雷军。怎么我感觉这股味儿有点不对了？是不是拿错脚本了？反客为主了？还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捧杀小米，所以才这样说？但是我看了他的主页，是不是以前的微商进军米粉圈了？我的天哪！整个网络上的气氛都已经烘托到这样了。雷总在这个月的22号发布了，我们又要首发骁龙。哎，雷总，你什么时候能把你那个玄界芯片拿出来？你们到底有没有玄界芯片啊？我们真的想看一看啊！网络上都已经吹爆了。开始，视频是不是要麻了？说，没感觉。上海车展还在继续啊，不过呢，已经没有热搜了。但是上海车展没有热搜，却上了热搜，确实有点奇葩了。可以明确的是啊，下一个倒闭的车企呢，肯定在这次车展上。2年一次的上海车展，一天就开了193场发布会啊，几乎没有铺天盖地的报道。现在都是自媒体博主呢自发的在那里发短视频，一顿狂吹呀。这就和去年的北京车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有网友说呢，因为雷军这个行走的流量池没有来，还有那个360的红衣大叔呢，也没有像去年一样在车展上上蹿下跳。雷军是被小米最近的事故搞得熄火了，红衣大叔呢，是因为他投资的哪吒汽车要倒闭了。去年看的有多风光啊，今年就躲得有多远。去年在北京车展上看到的高和、威马汽车呢跑路，今年看到的是哪吒汽车、极越汽车跑路。现在还在车展上的车企呢，估计很多都是最后一次参展了。很多车企品牌今年是要倒闭的，尽管23年呢汽车市场突破了3000万销量，24年再创新高，但是呢盈利的车企只有那么几家。现在蹦得高的小米、蔚来、小鹏等都是赔本的，而且现在啊政策收紧，已经开始对新能源车啊收购置税了，虽然是减半啊，相信呢过不了多久，大额的补贴啊也会消失，到时候这些没有盈利的车企就很惨了，估计会出现啊创始人跑路到巴黎喝咖啡，打工人呢聚集在一起勇敢的维权。现在的哪吒汽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可以说啊给其他准备跑路的车企呢打了个样。这次上海车展呢也有很多车企没有来，有14家车企呢直接不参加了，北京现代啊、起亚、雪佛兰等感觉越来越像强类人自己玩的游戏了。这也搞得很多人觉得那些没有参加的车企呢都快破产了，自豪感呢直接爆棚啊！你可能很难想象，曾经在中国市场叱咤风云的这些汽车品牌如今连参加车展的入场券它都拿不到了。即将开幕的上海车展，有哪些车企将会彻底消失呢？现代起亚这对韩系兄弟，标致雪铁龙这对法系 CP， 还有捷豹路虎这对英伦贵族，外加上雪佛兰、斯巴鲁、捷达，甚至是新势力的哪吒，都将会集体缺席。而这个场面呢，就像是一个班级在集体出游，优等生们带着自己的新玩具，但是差生们却连报名费他都凑不齐了。先说23年头一次缺席的现代起亚，这两个韩国品牌前几年还能够靠高性价比和设计感混得风生水起，但是现在呢，被国产电动车挤的是连展厅都租不起了。前2年现代 iX35 月销还能够过万，而现在呢，连排行榜它都挤不进去了。
起亚更惨，燃油车没有优势，新能源车又贵得要死。说白了，韩系车现在既打不过电价比，又拼不过智能化，靠不足 1% 的市场份额是很难继续维系下去了。而法系双雄标致、雪铁龙更像是来中国旅游的背包客，始终都没有找到自己的落脚点。标致 508L 去年的月均销量只有200台，凡尔赛刚刚上市的时候火了一把，但是现在也销声匿迹了。其实呢，在2023年的时候，雪铁龙 C6 降价9万块钱冲上热搜的时候，法系车就已经注定了将会消失在价格战的泥潭里。捷豹路虎的缺席让人唏嘘，10年以前啊，极光加价10万还要排队呢，而现在发现神情打到骨折都没人搭理了。路虎的越野情怀在电动车时代像一件过时的皮夹克，年轻人们要的是自动驾驶，不是全地形模式啊。而捷豹更惨 ，XE、XF 这些轿车被 BBA 们在地上摩擦，这对英伦贵族现在就像是没落的贵族，再也没有了昔日的荣光。雪佛兰和斯巴鲁的消失其实早有预兆，别克都一口价了，雪佛兰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而斯巴鲁的水平对置发动机和全时四驱在电动车面前成了屠龙记。捷达这个大众的亲儿子也够憋屈的，本想靠低价来抢市场，结果呢被50按在地上暴打，却没有任何脾气。哪吒汽车的缺席最令人警醒，这个曾经的新势力黑马用低价策略快速打开了市场，却在2024年的价格战当中突然哑火，而它的困境也折射出新能源赛道的残酷进化。当行业从电动化的上半场转入到智能化的下半场的时候，那些没有核心技术，只靠组装和补贴生存的企业，就像是涨潮时没有穿泳裤的游泳者，潮水退去，只能够尴尬离场。需要思考的是，50万哪吒车主的权益谁来维系呢？车展就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谁在裸泳。中国车市已经进入到了智能化的深水区，合资品牌躺着赚钱的日子早就已经终结了。而现在的新战场需要本土化研发、快速迭代能力和用户思维。汽车行业的洗牌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快、更残酷、更猛烈。最后这个真的无力吐槽了，就在墙内好好的强大吧，别把这些亏的裤衩都快掉的垃圾呢发到全世界就行了。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谢谢观看，拜拜。大家杀棒已经有1年多了，到现在还是有兄弟问我怎么分辨一个河蚌的好坏，我都给人愁死了，这不挺简单的吗？怎么就学不会了呢？今天我就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其实这个河蚌的好坏是非常好分辨的。首先拿到一个河蚌，我们要看一下它干不干净。出身好的河蚌，它的这蚌缝处会比较干净，它没有这种黑黑的毛边。只有那些一直生活在淤泥里边的河蚌，它的蚌缝处才会有这些黑黑的毛边，一摸这手都是黑的，特别的恶心。然后第二步就是闻，有的河蚌虽然它外表看起来黑，但是不代表它就是一个不好的蚌。我们还可以靠闻来鉴定一个河蚌的品质。像这种河蚌，我们只能看到它这外表不太干净，并不能确定它的内部也不太干净。所以为了进一步确定，我们要对着河蚌的开口处闻一闻。像这个河蚌它就比较腥，但是不太臭。如果你闻到这个河蚌里面有异味特别臭的话，那这个河蚌多数就不能吃了。如果它只是腥的话，那这个河蚌就没有什么问题。除了闻之外，我们还可以问，我们问一下卖河蚌给我们的人，问他们都是从哪里摸的河蚌。水库里边的蚌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臭水沟里边的河蚌，还是尽量别买。如果以上都不能确定一个河蚌的好坏，那你只能扒开河蚌看看里边干不干净了。不过这个河蚌你一般徒手扒不开，你想让它开口的话，基本只能用开蚌器才能插进去。其实分辨一个河蚌的好坏跟医生看病是一个道理，都是望闻问切，这就是如何分辨一个河蚌的好坏的基本流程，你们都学会了吗？